这样有。我发微博有，发给我看。对，发微博有。然后抖音有时候就想拍的好看一点，就想就是想传递一种就是我好看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我很好看，然后想让你看到我之后，想让就是回想一些这个心花怒放的感觉。那当时我有去找过你啊，你又那么态度坚决。但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接触，以什么身份，感觉就是那事情一直放在那里，我就没办法就是正常的去接触，我觉得怎么样接触都很奇怪。然后你也有时候你也就是拽拽的，然后我更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接触你。我一开始是拽拽的，后面就是你拽拽的。前几天前一两个星期可能是我拽的，后面又变成你拽了。我当时不知道以什么身份接触你。我一开始我发微博，我想就把自己拍好看一点，那我还老发朋友圈呢。我想让你看到我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好好看，就是会我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然后去找你吗？对啊，你每天有没有盯着手机看？哎，陈律有没有来给我发消息？或者说手机响了响，哎，没想过是陈律发给我的。你没把我删之前，你说话不决绝的时候还有想过，后面感觉你老是说话很决绝，我就不会想。而且有时候一开始分手的时候，我去找你，你都不回我好吗？我还老想着，哎，是不是陈律发消息了？怎么可能发呀？我找你都不会发，我不找你还会发给我吗？这种事我想都没想过。然后微博我就会有时候微博主要就分享我的心情了，真是。那你呢？我有啊，你啥文案发给我看看？小号那些啊。你发的文案都是那种握不住的东西，就让它散了吧。对啊，你发的都是这种东西。但我越发这些，我就越希望你来找我。你发的都是握不住，一个人也很好，怎么样的，就类似这种话。那我就希望你来找我。什么，只有珍惜才值得被爱呀、什么鬼的？你发那些东西我不想看好吗？发这些你更不会来找我。对啊，发什么才来找我？我发我的帅照，我发我的帅照才来找我。你发就是，我觉得分手的时候你发就是那种。你没有我过得很好的时候，才会想找你。我就会想，哎，我当时就是这个意思啊。感觉你也不需要我呀。对啊，我当时不就是发了类似这种吗？你当时有没有这么想过？就陈律也不需要我。你当时发的都是那种什么只有好好爱才只有珍惜才会爱你什么鬼的这种话。后面我就开始发我自己在过得好。我们最后就是一人选一个来问好吧？好，如何评价一下彼此现在的吻技？我觉得他吻技特别好。真的假的？怎么好呢？就是你会吻的人欲仙欲死的那种。真的，他的吻技很好。我这方面可有天赋，不知道为啥。我以前也很少做这种事情，但遇到你，我感觉我就是会，这是我本能的。对。那你吻技差一点，你会说你吻技这么差，我不想跟你吻。不是，我现在无语的点是你告诉我，我以前都很少做这样的事情，就会让我想到你到底跟谁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根本就没做过。你没有跟人这样说，你说跟我吻成这样子过？对，没有。说实话，真没有。对天发誓，我以前都没有吻过别人，你是吻过第一个。你可以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跟人吻成我这样子，我可以相信。我从来没有跟人吻成你这样子，这是真的吧？真的发誓。我发誓啊，我天天我都跟你吻成那样子了，我还跟谁吻过这样子？这样我就高兴。他吻技确实挺好，你现在我评价。对吧？痛，我现在不行。哎呀，你看你给人追的，好，对他吻确实挺好。那我呢？他吻技很好啊，很好，也很好。是认真的，也不要就是说认真的。你不要说我夸了你之后你就特意这样说。没有啊，我也挺好的，你也挺好的。上一次哭是什么原因？内心的感受？我上次哭就上次直播哭了嘛。上次感觉就是很多委屈，现在有人能感受到我的委屈，然后我就会想哭。就那种就是你越委屈的时候，别人突然来安慰一下你，然后你就很想哭啊。就是这样，我感觉当时就做了很多就让自己很委屈的事情，然后突然感受到了很浓的爱意，然后我就一下子没忍住，然后就一直在哭，一直想哭。你当时一直在抱我，一直在跟我说，然后跟我说就一直忍不住，然后一直在哽咽。然后就觉得我从小都很自卑，感觉一直是个没自信的人，然后就聊着，我不知道怎么给我聊进去了，然后就回想到以前很多的那些事情，突然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委屈啊，然后当时不管是弹幕还是绿就一直在就鼓励我，一直在说，然后其实我当时都没怎么看过弹幕，就主要是我，对吧？然后就一直在说，就感觉那瞬间好温暖，我就一直在哭，然后他就一直抱着我，那天其实对我很好，你看那人对我这么好，对啊，对啊。我也会对你犯贱啊！我也会对你那么好。我上次不就分手期间有哭过，就是那天你直播在那里说顶峰相见那天晚上，你在看我直播？对，然后我去连麦你还把我挂了，我当时哭了。真的假的？对，你当时觉得很受伤。你下播哭了？对，你直播哭的？直播没哭，下播了。真的假的？对，
这样。你上次哭不是啊？你上次哭是在那个长沙，在长沙我为什么哭了？你要说你要报警，你说我像一个禽兽，你要报警，不行，要报警啊！你那次没哭吗？那次有一点吧。真的假的？没有吧？没哭那次其实。那什么好？我对那种事情我不会哭的，因为你们那次的时候你很，然后那次挺害怕的。你现在长得很奇怪，你看，你现在长得不可爱了，长不可爱了，那长得像什么？你长得像我是我脸肿起来，让你脸也肿了。我昨天没睡好。如果有时光机，最想回到哪一刻？最想去未来的什么时候？如果有时光机，我不想回到以前，我觉得现在就过好当下。如果要去未来的话，我想去看一下10年以后我们还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你还在不在一块。我也想回到以后，我看看你后面是什么样子。我也想看。我想看，如果10年以后我们两个没分手，幸福在一起，我要看看到底是我们两个是怎么样的，幸不幸福。如果10年以后我们两个分手，我想看看你过得有多痛苦，看你怎么以老告终，到老了身边还没有一个人。你这是什么？这是在威胁我？没有威胁你，我只是。你的意思是，就是我一旦离开你，我就会以老告终呗？我希望就是如果10年后你没跟我分手，我就祝你天天开心，祝你就越来越幸福。那如果10年后你跟我分手了，我就希望你以老告终，一个人生病也没人管，然后你就一个人慢慢的，就是一个人的老去。为什么？因为你离开了我，不希望你过得好。那如果10年以后是你离开了我呢？我得问你怎么想。那我就说，如果到时候10年以后我还是他离开了我，是他的问题离开你，那我离开了我，那我也希望你这辈子都不要过得好。如果过得好呢？你会被气死。那如果过得好，如果过得好，那就过得好吧。那我就要告诉10年后的自己，你要过得好。他既然已经选择离开你，那你也要过得好。因为这是个决定的事情，不能确定。10年以后，你看到我们两个没在一起了，那你回到现实，我们两个还在谈，那你会跟他说，你会不会告诉自己，反正跟他也走不长，我们两个就分了吧？不会，我会告诉自己更得珍惜。真的假的？我会告诉自己更得珍惜好当下。你肯定不会，你的性格肯定会想的，我就死了10年后我们会分手，你就别谈了，就承诺现在不要对刘峰这么好，反正他以后会跟你分手，你别谈了。但如果是你的问题的话，那可能会吧。那如果不是我们问，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谈，就是两个就是。那我会告诉自己要更加珍惜，真的。但如果是你单方面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告诉自己不要。那你不会想到就是去那个我们两个分手那个节点，看看我们是为什么分的，那我们两个好好避免嘛。对，这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是你的问题的话，那我会回到现实，告诉我自己别再谈了。那如果是我们俩是共同的问题的话，我去希望我会在回到现实后，我会告诉自己去慢慢的规避这些问题，过好当下。你天天说我的问题。如果是我的那再说一个，如果是我的问题的话，那我要回到现实，要告诉自己10年后的陈宇，你会干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不能这样子。我们不会10年后我们不会分手的，我们就要说时光机，我们也只会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因为你爱我的话，我们就只会有一个结果。如果你珍惜我的话，那我一直爱你。如果是你变了呢？我不会变，你爱我，我真的会珍惜你。我是那种只要别人对我有一点好，我就会涌泉相报的人。天天把自己收拾老伟大。你看我没把自己收拾好，我就是这样的人。你看，那我现在对你这么好，老公，你对我很好吗？我这样给你，你不给我，很痛啊这里。我这样给你，你不给我。那我也会给你啊。给我。你看，你可456。你给我。我10年后肯定会好好的。那你给我。我10年后我们可能还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然后我们2个人举完婚礼之后，我们2个就慢慢的一起过完这短暂的一辈子。